啊，几年前在上海，那个时候还单身的时候嘛，就是约会嘛，嗯在约会软件上认识的。其实我认识了啊，2个男生，都是台湾的。然后我对台湾男生的印象就是，我感觉他们就是打扮啊、穿衣就很得体，就是感觉会嗯比大陆男生精致一些。就，OK，整体上啊，我不是说大陆男生都邋遢，但是就是嗯哼，整体你会真的感觉台湾男生在穿衣打扮，就是比较讲说，究啊，对对对，更讲究一点。然后当时我就是第一个见面的那个台湾男生，我对他印象还蛮好的，他是一对，个设计师。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来上海工作呀？他就觉得对，上海这边的机会会更多一点，就可能会对他事业哦，的发展，对，会有更好的发展。他觉得嗯哼，在台湾，不是说没机会，就是对感觉还是有点受限，就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所以他对，当时就感觉有这样的机会，所嗯哼，以他就来上海这边，而且他好像中间也换过嗯哼，工作。我当时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在一家还可以的一家那种设计公司，然后后来他好像跳到迪士尼去了，就是你知道上海这边不是有迪士尼吗？哦，啊，他就跳，我知道，对，跳到嗯哼，迪士尼去了，我就觉得哇。所以确实是在这边感觉还是有一些机会的。然后他应该也是会比较喜欢上海的这种氛围吧，因为我感觉他是蛮喜欢那种艺术的，所以上海这边对，那种艺术氛围是很浓的。他应该会很喜欢嗯哼，看展啊，去参加什么这种艺术类的活动啊，对，嗯嗯哼，对对，嗯。所以没有进一步的发展了，有一点让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开始还不错，就是可能每周都见面啊，然后平时在微信上聊的也蛮多。后来过了1个多月、2个月，然后他就不太回我消息了，然后就不是那么哦，积极回应我了，我就感觉。就可能我不知道，就不知道发生到底什么原因了。然后，哎呀，都是成年人了，那你又不是第一次。算啦，对，又不是第一次对谈恋爱了，对吧？就也明白什么意思，就是这对种事对对，情也不能强求，嗯，嗯哼，对，当时也就是在一个互相了解的阶段，所以我就，感觉通过他了解一些台湾嗯人在大陆工作呀，还有一些台湾的年轻人的想法，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哦，还有一件事情我印象蛮深的，就是那一年正好是我不知道 Richard 老师知不知道有一个电影叫《八佰》，是800啊，然后那个电影是一个历史电影嘛，它嗯哼，它的那个遗址现在就是在上海。嗯，四行仓库是不对，四是？行仓库，对，就是啊那个，啊然，OK，后当时那个电影是我们2个一起去看的，因为哦对，因为这，OK，个电影其实会，因为当时还是国民党，对吧？那个时候还对不对，对对还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呢，所对，以他就也对那段历史还蛮感兴趣的。然后我们看了这个电影以后，他还又去搜索这段历史啊，然后去了解当时的嗯哼。发生了什么，我就觉得哎。还蛮有意思的。其实这个蛮有意思的，我也蛮想了解一下佩佩老师对于台湾的一些，这个算刻板印象吗？大陆人如果能来台湾旅游，你们会想要去哪里玩呢？哪些你们印象中会想到的地方肯定肯定是台北啊，那第一个就是台北，然后也听说台湾的夜市很有意思，啊？也是，然后当然要去吃台湾的小吃啦，去吃台湾的好吃的。我每次听到大陆的朋友跟我说，哎，这个台湾我一定要去日月潭啊，这个就你们课本里都这样写对，嘛，哦，很课本里有。漂亮。日月潭哦，然后阿里山一定要去，阿里山哦，还有歌什么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啊，阿里山的少年都跟山一样壮，对不对啊？哦，就是去了一定要去这几个地方。对，其实我觉得呃，台湾现在旅游业没有以前那么强了哦，但是现在如果推荐的话，我觉得日月潭跟阿里山当然是2个。我个人也觉得还不错的景点嗯啊，因为日月潭你可以划船嘛，啊，可以嗯泛舟划船，
不能泛舟啦，能划船了。然后如果是情侣的话，悠闲的在日月潭上划船，看风景是很漂亮。那阿里山就是必去的景点，就看日出。然后阿里山的这个导游啊，都是原住民。台湾的原住民有一个特色，好几个特色啊。我简单介绍几个，大家就会想去阿里山玩了哈。第一个，台湾的原住民很会唱歌，那个张惠妹就是原住民哦，阿妹，动力火车就是原住民哦。然后还有原住民很喜欢讲笑话哦，所以如果你去阿里山哦，原住民是导游，你整个旅程你都笑到下巴都掉下来了哇！他们讲话太好笑了，然后他们就是还会很喜欢喝小米酒，所以你会觉得整趟旅程哇很尽兴很快乐，然后就可能一大早去看日出，4点多起床啊，他们就边讲笑话，开开心心的唱歌，到山头上去看日出，那种感觉真的蛮好的。所以还有垦丁啊，垦丁在台湾南部也蛮值得去玩的啊，那就是玩水上活动。然后很多外国人啊到台湾也很喜欢去垦丁住啊，那里的这个水上活动非常的丰富，所以宜兰也很值得玩，宜兰可以去赏鲸，看鲸鱼啊，看鲸鱼。如果你这趟出船没有看到鲸鱼，下一次免费，一定会让你看到鲸鱼啊。然后我就曾经去过。因为我爸是宜兰人嘛，所以我就有去赏鲸过，真的你会看到鲸鱼，哇，快，还有那个还有看到很多很漂亮的岛屿，所以那个感觉会特别的好。宜兰就是一个自然风光很美的地方，对，我觉得当然我们比不上大陆有那么多辽阔或很壮阔的景色，台湾就是好像就是小而美，像邻家小妹那种感觉，很清新啊，不是那种大美女，但是很清新，会让你耳目一新的风格。所以我觉得就是很期待说，如果两岸恢复旅游的话，大家可以到这些地方去看一看，我觉得蛮好的。对，我觉得 Richard 老师刚才说的小而美的这个描述还是蛮精准的。对，而且好像大陆人对台湾人的整体的感觉也是那种，就感觉温温柔柔的，然后说话也不会腔调也是，对不对？对对，也不会很着急，也不会很大声，因为你知道，在中国大陆不同地区人们的那个性格差异蛮大的嘛，就特别是北方人可能就更豪爽一点，有的时候会感觉脾气也蛮急的呀，或者是讲话很大声什么的，对吧？但是对台湾人说话就是那种感觉细声细语，比较温柔一点。这个很有意思，我有个学生是新西兰来的他在大陆生活了4年，然后他又在台湾生活了2年。他说台湾跟大陆最大的不同就是去医院的时候，那个护士的腔调，他说大陆那种赶快来，时间到了什么什么那个护士好像那个哇声音非常的洪亮，然后一点都不温柔，病人已经生病了，身体很弱了，再听到那么洪亮的声音会很害怕，所以他就说他在大陆最怕看医生，然后第一个要排队排很久，第二个就是这个医疗人员的这个态度不是那么体贴那我们当然知道医疗人员压力很大，也无可厚非，但是他本来是这样想的，没想到到台湾之后，他说台湾的护士是这样，我要扎针哦。然后呢，痛不痛？痛不痛？没关系，深呼吸就好了。那个是轻声细语，把你当家人一样呵护，这样。他光看那护士又很可爱，看了看就傻了，根本不觉得痛。然后就是他那个时候就是有住院还帮你盖一下被子然后我那个鞋子我帮你排好什么，就是他就觉得说，哇，两岸差别最大的真的那个腔调就已经很温柔了，本身又职业上又有很温柔的这种态度，他真的觉得两岸这方面差蛮多的，包括去银行他都觉得那个行员小姐都很客气，哇，讲话都很轻声细语，所以他觉得两岸就是可能腔调跟态度造成了很大的不同。对，我也常常听到人家说台湾人说中文是很温柔，我自己是没有什么感觉啦，这个我也不晓得，我自己就不觉得自己讲话很温柔或怎么样，但是另外2位大叔都会觉得我讲话很温柔，所以就会觉得
就是慢慢的，然后又不会很大声这样对，我子。觉得是对，语气的那给人的语气，感觉，对，就啊是大陆人，特别是北方，也不一定全是北方，有些我觉得在上海，你听有啊，一些上海本地人说话，我就总觉得他们好像是在要吵在架一样。吵架。对，因为我也听不懂上海话，但是我总觉得他们说话就是，就是那个语气很强，然后有的时候听上海，特别是上海的阿姨们说话，我就觉啊，得对对对对，我的天呀，他们是怎么了？又生气了吗？又为什么是就这种语气？是他们的正常表现就是这么声音这么洪亮，那个这么洪亮的声音。对，我觉得大陆跟台湾可能还有一个地方不同，就是小孩子的表现。嗯，台湾的小孩，我觉得真的是比较内向害羞。比如说在课堂上，如果老师要学生发言，这个其实在台湾的学生是就是很，我说难听就有点畏畏缩缩，不愿意发言，不愿意当第一个。但嗯，是我发现，我看一些大陆的视频，我发现大陆的孩子们好像比较愿意表现自己，然后嗯，愿意说出自己的想法跟意见。这我觉得可能在台湾跟大陆也有蛮大的不同，就是我嗯，觉得台湾的孩子哦，在幼年时的这个塑造，我觉得是比较没有在台湾啦，比较没有强调去说自己的见解，嗯，去塑造这一块，把自己的口才练好的这一块。大哦。陆好像好一点吧，这是我的刻板印象，我不晓得是不是。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会更勇于表现自己，对，现在，零零后、10后好一点，但我觉得像80后，嗯哼，然后我是90后，我觉得我们可能也不是那么勇于表达自己，这个跟学校嗯哼，教育也有关系，而且再加上现在的孩子，他们就是听到看到的这些信息多呀，而对，且他们也有嗯，那种有一种民族自豪，现在的孩子真的有民好，族自豪。真的啊真的，对对嗯，对对，就觉得啊，自己懂得多，然后知道的多，然后中国很好，然后所以在一些大场合也不怯场，也敢说，嗯。对，是对，有一这个可些这样，能我们像我跟佩佩老师可能年龄上有稍微的差距。对，在我这个年龄的人哦，就是对于中国人这样的词汇是有一点点自卑感，因嗯，为就是我们读了那些历史，就觉得好像不是这么，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嘛，这个月亮还是外国的圆，对不对？月亮是国外的圆。就会觉得说那个时候民族的自豪感没有那么大。但是嗯我的确认同，现在在中国的小孩，他们的确可以抬得起头，因为中国现在国力那么强大，文化也那么强，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在中国两代之间会有很大的差异。嗯对其实这个对在海外的华裔身上也蛮明显的，对，嗯哼，对对，对，像没错，如果是20多、30多岁的华裔，就他们小的时候，因为他们的父母是从对中国大陆或也有从台湾移民过去的嘛，因为我的华对裔学生还蛮多的，在美国的华裔的学生，他们的父母移民过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中国大陆是不是说对啊，对多差，但是你想想30年前，中国和美国的差距有多大？对嗯。对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可能他们小的时候，就是父母也不是一定要求他们学中文，甚至有一些孩子，对吧？他们成长的那个 community 里面，嗯没有什么亚洲人，然后对，他们就是觉得，如果说中文呀，甚至有一些孩子，他们带中餐到学校，有的时候还会被小朋友嘲笑什么的。他们就对很害怕，就是被人当成异类嘛，他们就对，比较排斥跟中嗯哼国，可能他们自己本身对中国也没有什么概念，也不知道，嗯哼。因为他们也不是在中国出生的，对，就完对，全对中国没有任何的身份的认同啊，或者也嗯哼，不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但是可嗯，能长大了，现在20多、30多，然后也会有机会回国看一看，然后国内也还有家人在，对吧？然后对就会发现，哦，这个20年、30年过去以后，过去了，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对对，所以有的时对候我也是蛮好奇，就是对华裔
对对们来讲，这种身份有的时候会觉得很割裂吗？就是他们到底觉得对自己应该是属于哪里的？对，这个我们当中文老师真的会很好奇，特别我们都是土生在这个中国或台湾土生土长的，那嗯我就觉得说，我们对于可能他是在外国土生土长，但是他本身是这个中国人的血统，那嗯，他会有怎么样的感觉？是割裂吗？还是与有荣焉呢？我觉得我们多多少少都有遇到这样华裔的学生。对，对，我遇到蛮多学生是他们长大之后为什么要学中文？为什么找到我们？其嗯实就是想要开始了解。对，那我这边有很多学生哦，想要了解的方式，除了学语言之外，他们开始说服自己，我应该到那片土地上去看看，嗯到那片土地上实际的了解，就是跟我一样血统的人是怎么样在生活，然嗯后跟我听到的，在国外听到的又有什么不同？所以他们开始用自己的脚在中国的土地上去踩。对，然后我很多学生去了一次之后，过了半年又去一次。我有个学生跟我说，他上瘾了，他对撕裂感，他说的确他有撕裂感，因为嗯他不晓得该认同哪一种文化，但嗯是他已经去 enjoy 这种撕裂感了。他嗯觉得他觉得这种撕裂感让他变得独特，让他变得特别，而他嗯开始从以前的自卑到现在开始享受，享嗯受享受的原因是他用他的脚踩在中国的土地上，跟一个美国人的脚踩在中国的土地上是完全不同的感受，而他嗯享受用华裔的身份在中国的土地上行走，所以嗯他觉得他已经不同了，他不一样了，他已经享受了这种认同感跟撕裂感。我听了，其实我也觉得，就是一个人的独特跟不同，可能一开始是不好或不幸的，或你自己都不认同的，但嗯是最后经历了很多事情，最后你发现你果然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那个嗯感觉他觉得真好。嗯。对，那我们自己身为中文老师，听到这个经历，你也会觉得蛮感动的。对，就我现在其实我一半以上的学生都是华裔，哦，嗯，对耶，我觉得我现在华裔的学生也越来越多了耶。对啊，嗯，就感觉好像现在小的时候他们真的对学习中文、了解这片土地没有什么兴有趣，兴趣。对，对，但是长大以后，不知道是因为年龄大了，就是现在有个词叫什么血脉觉醒，对吧？血脉或寻觉醒。根吧，可能想要寻根。对嗯，还是说也是受到现在中国就是日益的强大，受到一些影响，反正各种原因吧，各种因素加在一起，就感觉就是华裔的这一代长大的这一代，就对开始想要更多的去了解他们曾经的祖先生活过的地方。对嗯对啊，我觉得蛮好的。就是可能在看我们视频的人，也或许有身份认同，或嗯你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可能就是某一个国家跟另外一个国家在你的生命中，嗯你不晓得该怎么选择，有时候不需要选择，有嗯。时候你就两个都享受，也很美好。其实就是不管是中国大陆还是台湾，我觉得抛开政治的因素，我们真的应该多去用一种开放的心态了解对，彼此。我会希望就是大家在决定你的朋友前，你不用听别人怎么说，你去跟他相处，你再决定他要不要当你的朋友，而不是很多人告诉你他不是一个可以值得交往的人之后，你就直接拒绝他了，你不去自己跟他交流，自己跟嗯他说话。我嗯，觉得你一定要自己去多跟这个土地的人说话，嗯，认识他们，深入的了解，再决定你要不要跟他交朋友，会对。更好。对对对，所以我也是特别觉得有些可惜，有的时候看到这些言论的时候，也是觉得又生气又悲伤，就是对觉得有一些台湾的年轻人，他们对大陆的这种敌对，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匪夷所思。就是对我们怎么会成为敌人呢？就对是真的是，因为我觉得大陆人不会把台湾同胞当成敌人，就是那么敌对的嗯，态度。但是有的时候我会看对到一些
台湾朋友的言论，他们真的有的时候说话说的就太难对，听了。嗯，很激进，对非常激进。对对，对啊，所以那其实也没有必要了。对啊，没嗯。有必要。对，对，所以我以前我看到就是有的时候我还真的有那个冲动想回复一下，啊，我对对对就想，哎呀，回复他真的没有什么用，因为你回复他，他根本就听不进去你说什么，他对该怎么想还是怎么想。对，我以前真的我也会去看政论节目啊，那种言论我，比如说我一大早起来打开手机看一下，我一整天都很生气，或者是我一整天都觉得很荒谬，嗯嗯，所以我后来就告诉自己，就不用去看这种东西，因为你没有必要去因为某些人的话搞砸了自己的一天。我觉得大陆和台湾人民就是普通民众，对吧？就是对，我们身为人类，而且我们还都是中华民族，就是对，对很多事情的态度、看法、思想是一致的。就是我们对我们的这种嗯哼，文化的传承啊，对美好生活的这种追求是相似的。嗯，对。对，所以而且是可以沟通的，不管对是价值观、宗教、语言，就是我觉得更容易，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容易交流。那对。那为何不交流呢？对对对，所以就是真的希望，当然我们的观众可能更多的是海外的华人啊，或者是学习中文的外国朋友，对吧？对嗯，所以就是通过我们的讲述，也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就是我们对待彼此现在的态度呀，一些转对，变呀，以及嗯，我们是站在普通人的角度是怎么想这件事情的。当然，对对这个世界存在极端的人，任何地对，方都会有极端的人，但是是，这些极端的人，他们不能代表大多数，而对且政治上的事情嘛，就是我们真的有的时候就只能当一个旁观者去看了。嗯，对。重要的还是自己的生活啦。哦，对，所以如果你对两岸之间的不管是交流或矛盾冲突有兴趣的同学，不妨去大陆走一走，不妨来台湾走一走，对，不妨亲耳听一听他们怎么说，对。你会有不同的想法，绝对会有。对，对对，就是要用你自己的眼睛去看，要用你自己的眼见为心凭嘛，去啊，对不对？感受，对，不要嗯，被这些新闻呐、不要被这些政客的说法呀，就是蒙蔽自己的双眼，要自己看、自己听、自己去感受。我觉得两岸之间还有很多可以相互了解的地方。其对，实我是一个很喜欢去了解一个人、了解一个文化、嗯了解一个地方的人，所以我嗯，我我相信交流、跟沟通、跟相处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是的，也可以让彼此的关系更紧密。我嗯们不需要每天打打骂骂，因为嗯这对于关系的增进是毫无帮助的。嗯然后我觉得有时候也问问自己的心，你嗯是真的去了解对方了，还是你打从一开始就是去抗拒对方？哦，嗯，所以这个我觉得不管是就大陆跟台湾之间，或者是同学们你跟另一个人相处之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哦，所以对。大家可以想一想。最后要祝台湾跟大陆有情人终成眷属。对，我们就是在这个历史的长河中，对吧？就是可能对在未来不久时间要见证一些什么事情的变化了，这个真的说不准呢。感觉对要到了一个历史的某对。一节点了。我都觉得我有一个哲学啦，就是有些事情哦，嗯我不会看待现在的状况，我可能会把这个事情往后想，比如说嗯这件事情再过50年会怎么样，或嗯者重要吗？再嗯过100年，这个事情又会变怎么样？重要嗯吗？就像嗯刚刚佩佩老师说的，我们就是历史长河的一个小小的水滴而已，嗯，所以大家就好好的享受自己的生活，好好珍惜自己周遭的人，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听你自己心里的声音，就是不对，要被别人影响，不要别嗯，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觉得这对个也是学习语言的一个好处，就是对。你通过学习语言，你能了解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文化。希望大家能
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一看，听一听，就是大对陆的老师、台湾的老师，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其实它对，跟我们的成长背景呀，我们小时候学到的东西啊，教育啊，其实都是有关系的。OK，好的，那就再嗯，次感谢茶叔，感谢大家的好，大家再观看，拜见，拜拜。拜。拜。